在泰国有一座直接盖在火山顶上的千年古城，每年都有4次阳光会像雷射一样精准地穿透所有15道门。这里就是被称为小五歌窟的帕农兰。但我们这次来不只为了这个传说，而是为了一场更盛大的年度狂欢——帕农兰节。整个火山山顶直接变成一座重现历史的盛大派对。当祭祀的音乐响起，谷中的队伍走过参道，那种穿越时空的感动，真的会让人头皮发麻。我们这趟2天1夜的旅行，还住进一间 CP 值高到破表的旅店，更吃到一道让我们惊为天人、入口即化的传说级猪脚饭。想看火山上的千年神殿到底有多震撼，想体验一场此生难忘的历史庆典，这集带你解锁一个你绝对没见过的泰国。今天我们要去哪里啊？去布里拉吗？布里兰，去看什么啊？那个叫巴萨考พนมรุ้ง哦，我们要开几个小时哦？4小时44分钟，那就走喽。想亲眼见证火山神殿，可没那么简单。光是这段长达5个小时的路程，本身就是一场超刺激的冒险序章。真正的挑战是穿越大山国家公园的这段夜路。等一下，前面有一台，它好像永松我这边的。所以我们慢点。对。当太阳下山，这里瞬间变成另一个世界。车灯是唯一的光源，光束之外是深不见底的墨色黑暗。路上的大卡车很多，远光灯也非常亮，开车时要特别小心。在黑暗中冲了5个小时，当我们看到市区灯火那一刻，真的有种得救了的感觉。这次我们下榻的是帕农兰普里旅馆，而我们的攻略就是不住在荒凉的山脚下，而是选择在囊荣这个小镇建立基地。为什么？因为白天在千年古城当探险家，晚上我们想当回归文明的吃货啊！这里餐厅、按摩店、7-Eleven 一应俱全，那种从荒野回到林间的感觉实在太爽了。重点是这里离帕农兰历史国岩也才半小时车程，完全是进可攻退可守的最佳据点。还不错，你看这边很便宜的，我刚刚付了多少钱？2晚含2天的早餐，2个人的，付了1959币。哇哦，一天不到1000块。是的。这个空间也很大，床，对呀，还有一个椅子，床就是舒服，又软又舒服，哇，超舒服，我好怕哦。这旅馆最棒的就是能让你一夜好眠，热水强，床又软，对旅人来说就是天堂。我们当晚吃完宵夜就彻底休息，把体力补满，因为隔天就是我们这趟旅程的真正目标——帕农兰节。第2天一早，我们已经准备好要来真正认识五里南这个地方了。五里南这个名字的意思是喜悦之城，但它的魅力远比喜悦更加复杂。多数人对它的印象是现代速度与激情的殿堂。这里不只有全泰国最狂热的足球冠军队伍，更有让整个亚洲血脉喷张的 MotoGP 国际赛道。但就在这片为现代荣耀而呐喊的土地上，却沉睡着一个1000年古老的灵魂。这片由古老火山灰滋养的土地，其实是个高棉遗址的王国，散落着无数宏伟的石头城堡。而我们此行的目标帕农兰，就是进皇冠上最耀眼的宝石，一个连太阳每年都会准时4次前来朝圣的奇迹之地。帕农兰这座古城有个超狂的奇景，就是太阳会直射穿15道门，一年只有4次。2025年的时间攻略我都帮你整理在图上了，直接截图就对了。可是我本人就犯了一个蠢到不行的错，我一直以为4月的奇迹是看夕阳，结果当我还在悠哉等日落时，才发现是日出啊！所以当太阳上演史诗级光束秀的时候，我正在跟周公深度交流，这绝对是我旅行史上最糗的误。虽然早上那场阳光穿越15道门的奇景我们没赶上，有点可惜，但出外玩嘛，本来就有这种小插曲。吃完旅馆早餐后，我们就慢慢出发去帕农兰山。这个
叫干粉。听说9点有开幕仪式，就想说去看看。但老实说，这次的安排有点失算，因为9点去超热，而且那个开幕仪式一下就结束了，到现场几乎没东西可以看，整个场地空空的。所以我真心建议大家下午4点再去，刚刚好，又不那么晒，又刚好接上重头戏，才不会空的。好可爱哦！你看，还有他们羽伞的衣服，买一个回去给 Rainy 穿。小孩的大象衣，哇！一到帕农兰山国家公园，马上就面临一个选择：你是要轻松开车直达山顶的入口，还是跟我们一样从山下这条免费的正规通道一步步走上去？我们毫不犹豫地选择了后者，因为我们觉得有些风景就是要用双脚去丈量，爬上去的过程微微出汗，心跳加速，那种的成就感是开车无法取代。才刚踏进园区，我们的目光马上就被路边挂着的传统东北服饰给吸引住了。那颜色，那图腾，真的太有味道了。我们当下就决定，今天就要穿得像个当地人，在这千年石城里拍出最美的照片。都很漂亮啊！哦。好，把它放这上。换上新装后，我们正准备踏上这段通往美丽古城的朝圣之路。出发前，旁边竟然有个小小的展示馆，就像冒险前的序章。我们先进去逛了一圈，了解这里的历史。里面有个超有趣的发现，原来他们竟然崇拜犀牛，这是我们第一次在这里听说。参观完这个小小的展览馆之后啊，我们就继续往帕农兰历史公园的入口前进。这里啊，平常是要收门票的，因为它属于国家公园，外国人1人是100泰铢。不过我这次超级幸运，刚好遇上帕农兰节庆活动，当天不管是泰国人还是外国人，统统免费入场。下去的时候要怎么下去啊？当然还是要提醒大家一下，早上过来的话，记得一定要带把伞，因为这边的太阳真的超级毒。既然我们都来到这里了，就简单介绍一下吧。帕农兰历史公园是一座古老的高棉神庙，位在泰国东北部武里南府，建在一座海拔402公尺的死火山上。这里风景超美，建筑也非常壮观。帕农兰这名字其实就是这座山的原名，来自古高棉语，意思是广阔巨大的山。这座山可不是普通的山，它是一座90万年前就熄灭的火山。当年建寺庙的人还把火山口改造成一个超大的蓄水池，真的很厉害。这座神庙是供奉印度教的湿婆神，设计灵感来自传说中的印度须弥山，简单说就是众神住的山。更特别的是，这里还有观星功能。寺庙的方向是根据太阳和星星的位置来设计的。每年有2次，太阳会从神庙的15道门洞，光线一路照穿过去，场面超震撼。以前这里只是一堆废墟，后来泰国政府花了17年时间，一块一块把石头拼回原位，才发现了这个神奇的现象。1988年正式开放时，还是施灵通公主亲自主持，所以这里不只是宗教圣地，更是皇室认证的国家级文化遗产。进到公园里之后，我们先爬了一段楼梯，接着来到一个像是大十字形的交叉点。在这个十字路口的右边，有一个用石头围起来的小区域，据说以前就是国王换装的地方。他会在这里换上祭拜和朝圣时穿的神圣服装，准备走向寺庙深处。
整座神庙的设计就像是一条从山脚延伸到山顶的朝圣之路，所以这个交叉点更像是进入神圣空间的入口，而那个石区就是国王净身、换上祭服、踏上神圣之路的起点。接下来从那个大十字形交叉点往下走，我们会看到一条很长的步道。这条路长大约160公尺，宽大约9公尺，是用烧过的砖块铺成的，叫做 Processional Way。走完这段路，就会抵达进入主殿的阶梯。通道两边整齐地排列着68根砂眼柱，每一根柱子高约1.6公尺，柱顶雕刻成含苞待放的莲花形状，看起来庄严又漂亮。有一种说法是，这些柱子可能是用来装饰，也可能是用来界定国王行走的路线，让整个过程更有仪式感。通道右边是节庆的夜市区，我们早上来时，小贩已经开始卖一些东北小吃和传统服饰了。我老婆一看到就开始逛起来。บัวอันนี้คืออะไรคะฝักบัวขนมไทยขนมฝักบัวขนมดอกบัวที่เขาแทงกลางมีใบเตยรสใบเตยรสดั้งเดิมนี่รสใบเตย左边是评审台，开幕仪式就是在那边举行的。不过仪式一结束，人就散了。现场其实蛮冷清的，早上来感觉不算太热闹。ขอประชาสัมพันธ์ครับเจ้าของรถหมายเลขทะเบียนกไก่ทธง7686กไก่ทธง7686บุรีรัมย์นะครับเป็น Honda สีบรอนซ์เงิน。接下来我们继续走，会来到另一个十字形的平台。这其实是一座桥，叫做纳迦王桥。为什么叫桥呢？因为它象征着从人间通往神界的道路。桥上有很多五头蛇的雕像，也就是传说中的纳迦龙神，是高棉风格的艺术，非常壮观。整座桥是十字形的设计，像是纳迦的身体往4个方向延伸，中间还刻有一朵8瓣莲花。有人说那是宇宙的中心，象征8个方位。好啦，我们现在准备要往上走啦，要一路走到神殿那边。简单来说，就是从人间走向天堂的路。这一段象征着大地与天空之间的旅程，也就是从我们的世界走向神明的世界。从刚刚的那家桥开始，就已经是进入神奇领域的入口喽。接下来这一段阶梯总长大约52公尺，宽16公尺，一共有5层，每一层都是陡陡往上的石阶，感觉就像在爬一座圣山。而在阶梯的两侧呢，其实以前是有放狮子雕像的哦，就像守门神一样，象征守护这条朝圣之路，让人可以安全走向神明的世界。我们爬上来之后，一般人第一眼看到的会是眼前这个平台。不过其实呢，这里原本是主塔前面的一座建筑，只是因为以前的建材可能是木头或茅草，经过几百年风吹日晒，早就消失不见了。现在看起来才会像是一块空地。再往前走一点，我们就会看到2样很重要的东西，那就是巴莱，也就是水池。如果你去过其他高棉神庙，应该会发现，几乎每一座庙前面都有这种水池，因为在古代，人们相信进入神明的居所之前，必须先用水净身，所以这个巴莱就是为了宗教仪式所设计的，非常重要哦。等一下我们就要进去主塔咯，准备朝圣啦！离开这个沐浴用的水池平台之后，我们就会走上一段比较小的纳迦王桥。它的设计跟我们一开始看到的纳迦王桥是一样的，也是有5头蛇的纳迦风格，只是这一段的规模比较小一点。如果你仔细看地面，会发现上面也有雕刻的莲花图案，这是高棉建筑里常见的神圣象征，感觉就像提醒我们，再往前一步，就是要真正进入神的领域了。其实我们每次去参观这种古老的高棉寺庙，都可以从一些雕刻来判断，这里到底是拜哪一位神明的。像帕农兰这里就是供奉湿婆神的寺庙，所以你会看到很多跟湿婆有关的符号。我们现在一走进来，最先看到的就是主门上方的雕刻，湿婆神坐在那里，以伟大瑜伽行者的姿势出现。
在门下方的基座还可以看到一个面具状的神像，叫做卡拉，是一种常见的守护神图案。而这位神祇，有人推测是因陀罗，也就是东方的守护神。所以你看，光是这个门面就可以看出来，帕农兰神庙是非常明确的在敬拜湿婆神。提醒一下，神庙里面住了超多蝙蝠，所以一走进去有很重的尿骚味，建议大家不要走太里面啦。尤其神庙深处那边，空间又密闭又不太通风，味道会更重，小心晕头转向哦。帕农兰14本身是用粉红色砂岩建造的，主塔大约建于西元12世纪。根据碑文的记载，这座主塔是由一位叫做那莱迭底王的国王建的，他来自摩诃因陀罗普罗王朝。这个王朝其实就是当时高棉帝国里的一个贵族家族，起源地可能在今天的柬埔寨或泰国东北地区。有趣的是，这位那莱迭底王的名字除了在帕农兰这里有留下记录，其他地方几乎都找不到，所以专家们推测他可能是当时的五哥国王苏利耶拔摩二世的亲戚，并且曾经参与某场重要的战争，立下大功才获得这块封地作为奖赏。在这座石室里，我们可以看到很多雕刻，描绘了这位国王的一生，像是加冕登基、出征打仗，甚至后来他决定出家修行的场景都看得到。因为古代有神王的观念，也就是国王就是神的化身，所以在很多雕刻里，我们会看到这位国王的形象跟湿婆神几乎是一体的，像是在说：“我就是神，这里是我的山，我的宫殿。”时间再往后一点，也是大约西元12世纪。那时高棉帝国又出现了一位超有名的国王，叫做闯耶拔摩七世。他是那莱迭底王之后的几位国王之一，也是在高棉晚期非常重要的君主。跟之前信奉湿婆神的国王不太一样，这位国王是信佛教的，而且非常热心公共建设。他盖了很多佛寺、医院，还有让旅人休息的驿站。虽然帕农兰这座石寺一开始是供奉湿婆神的，但这位佛教国王也没有忽略他，反而很尊重，还进行了一些修缮跟增建，像是现在看到的图书馆巴纳莱和一些凉亭 Flafla， 很可能就是在他那个时代盖起来的。所以你会发现，这里虽然主轴是印度教，但其实也融合了一点佛教的影子，整体看起来更丰富，也反映了当时高棉文化的多元和包容。走到这里，我们总算来到帕农兰的核心主庙塔，也就是 Prasat Pratan。这座塔是整座神庙里最高最重要的建筑，高达23公尺，是用粉红色砂岩砌成的，看起来就像传说中神明居住的须弥山顶峰，也呼应了整座寺庙以湿婆神为主体的设计概念。主塔的正中央，过去供奉的是湿婆神的象征灵伽 Linga， 这是湿婆派里非常神圣的东西，代表它的创造力和神力。信徒会将水或牛奶淋在灵伽上，作为祈福仪式的一部分。而我们现在看到的那根导水管，就是用来排出那些祭祀时留下来的圣水。这条管子也有个名字，叫做 Shoma Sutra。而这座主塔的建造者，正是我们刚才提到的那莱迭底王。这座神庙就是他下令建造的，用来敬奉湿婆神，也展现自己如同神一般的地位。所以站在这里，不只是走进了一座古老建筑，更像是踏进了1000年前那位国王与神明之间的对话空间。帕农兰市城不只是壮观的古建筑，更是一座充满神话传说与历史痕迹的圣地。这里主要供奉的是湿婆神，印度教3大神之一，被视为同时拥有毁灭与创造宇宙力量的神祇。除了湿婆神，帕农兰最着名的石雕之一就是毗湿奴神，安然卧于蛇床上的门楣，象征宇宙的休眠与再生。这块珍贵的门楣曾在1959年越战期间遭窃，辗转流落美国，最终在1988年被泰国成功追回，重新安置在主塔殿的入口上方。如今走进这座主塔殿，不论是基座、墙面、门柱、门楣，还是层层相叠的山形墙，都能看到满布的浮雕与神话图腾，细腻地诉说着神祇、国王与宇宙万物的关联，也让帕农兰成为一座不只是历史遗址，更是一座拥有灵魂与信仰的神圣之城。
逛完这座神庙之后，我们就决定找个地方吃饭啦，因为肚子真的饿了。而且说真的，天气超级热，热到让人只想赶快找地方躲太阳。所以我们简单吃完东西之后，就直接回旅馆休息了。我们在บุรีรัมย์เขาบอกว่าให้มามากลับบ้านมามากลับบ้านเหรอเดี๋ยวพรุ่งนี้มาม่าก็กลับบ้านแล้วบอกมามากลับบ้านจะดีเด้อให้ป๊าป๊ากลับบ้านด้วยใช่ไหมเจ๊ นี่สมเด็จนี่ฮันเดอร์นี่ให้ป๊าป๊ากลับบ้านด้วยกลับบ้านด้วย不过说实话，下次如果有机会再来的话，我觉得行程安排可以再调整一下。像这种大热天，早上去逛神庙真的太折腾了啦。我的武器。我会建议早上先去五里南市区走走，像是看看市中心，喝杯咖啡，轻松一点。市区离帕农兰大概1小时车程，时间还算 OK。等到下午太阳没那么毒的时候，再过来参加帕农兰的活动或节庆，这样会比较刚好。然后活动结束后，也可以直接往南走到囊荣住一晚，隔天再回市区或继续下一段旅程。接下来就是帕农兰节最热闹的部分啦，游行活动。通常是在下午3点到4点之间开始，所以建议大家如果要来看游行，最好3点以前就先到，不然真的会很难停车。我不是在开玩笑，整座山头真的会被车子塞爆，夸张到一个不行。不过还好那边有一个空军基地，活动期间他们会特别开放，让大家把车子开进去停，这点真的算是很贴心啦。Great Hermes Narendra. The sound of horns flowing echoed through the mountain. The processions of 10 court vehicles move along the processional walkway to the Naga Bridge. Along the way, young women stand and scatter flowers to welcome the processions of Queen Pavaditra Lasmi Devi. ขบวนพราหมณ์ผู้อัญเชิญองค์พระศิวะมหาเทพจัดขบวนโดยอำเภอเฉลิมพระเกียรติจังหวัดบุรีรัมย์โดยนายสักกรินภูลประโคนนายอำเภอเฉลิมพระเกียรติและท่านผู้อำนวยการวีรเทพเนียมอัฐิผู้อำนวยการโรงเรียนพนมรุ้งขบวนอัญเชิญเทวรูปพระศิวะมหาเทพเพื่อความเป็นสวัสดิมงคลในงานประเพณีขึ้นเขาพนมรุ้งและอำนวยพรให้แก่ผู้ร่วมงานทุกท่านประกอบด้วยขบวนพราหมณ์อัญเชิญเครื่องสักการะประโคมสังลัดของปล่อยบันดอกต้นขบวนนำด้วยผู้อัญเชิญวานอนยอดธงตามแบบโบราณที่ปรากฏในภาพสลักหินและได้มีการขุดพบประติมากรรมวานอนสำริดณปราสาทพนมรุ้งเมื่อวันที่ 8 มีนาคม พุทธศักราช 2564 วานอนยอดธงนำขบวนแสดงถึงความยิ่งใหญ่นำขบวนทัพพระรามตามคติเทวนิยมเปรียบพระมหากษัตริย์เป็นดังอวตารพระรามมีทหารเอกคือหนุมานแม่ทัพเผ่าเสนงหลวงและเสนงรองเพื่อส่งสัญญาณการนำขบวนในร่วมขบวนพราหมณ์ประกอบด้วยของมงคลตรีศูนย์เทพสัตราวุธประจำองค์พระอิศวรเป็นสัญลักษณ์แห่งอำนาจและความอุดมสมบูรณ์เหล่าราชครูพราหมณ์และพราหมณ์ประโคมสังให้เกิดเสียงเพื่อความเป็นมงคลขับไล่อุปัฏฐวะทั้งหลายให้มาลายสิ้นไปพราหมณ์อัญเชิญสุร่ายทองพรหมเทพมนต์นำขบวนเพื่อความเป็นสิริมงคลโดยได้นำน้ำเทพมนต์จากสถานที่ศักดิ์สิทธิ์และสำคัญคือน้ำเทพมนต์จากเทวสถานประจำพระนครโบสถ์พราหมณ์เหล่าพราหมณ์ไกลบันดอกประโคมระฆังลั่นของชัยเชิญเครื่องจุดเจิมมงคลพราหมณ์อัญเชิญน้ำปัญจอมฤตคือน้ำวิเศษทั้ง5อย่างได้แก่น้ำนมวัวน้ำมันเนยใสน้ำผึ้งป่าน้ำนมเปรี้ยวและน้ำอ้อยเพื่อสงสนานอภิเษกศิวลึงและเทวรูปยังใจกลางปราสาทพนมรุ้ง还记得我们前面提到那条要走5层象征通往天堂的路吗？在游行的时候，工作人员会把代表神明坐骑的神兽，像是凤凰、大象、狮子、犀牛、牛、蛇这些，一尊尊搬上来，整齐摆在5层台阶的2侧，看起来超壮观、超有仪式感。游
游行的最后一段是整场活动中最庄严也最令人难忘的时刻。一位身穿华丽传统服饰、头戴高冠的女王坐在宝座上，由村民们抬着，缓缓走上通往神殿的阶梯。她的名字是普平塔拉拉克什米德福女王，象征的是那位建造帕农兰主殿的国王纳莱迭迪王的母亲，也被视为王室与信仰的精神源头。她的名字融合了印度教中掌管财富与繁荣的女神拉克什米之名，展现出女性神奇的神圣光辉。而她所穿的服饰与高冠，则融合了古高棉阿普萨拉的艺术风格，代表智慧、美丽与神性的结合。当她缓缓登上神殿，整场气氛也跟着进入最神圣的高潮，象征天上与人间的再次连结。这一幕不只是对神明的敬意，也是向祖先的传承致敬，为整场仪式画下感动的句点。当女王登场，为整场游行画下句点后，现场会有一小段休息时间，这时候大家就可以开始自由活动，拍拍照，跟那些穿着华丽传统服饰的演员合影，或是和神兽模型一起拍张纪念照。有几个重点拍照场景真的不能错过，像那个超美的牵手舞蹈，是那种一整排人一起跳的手势舞，整齐又有气势，拍起来超壮观。还有那些扮演神将的肌肉猛男小鲜肉，超帅，但要动作快一点，因为现场一堆人排队抢着拍照。有趣的是，有些演员还会走进神庙里头，你也可以跟着一起进去，捕捉更多神圣又梦幻的画面。其实我觉得下午才是最适合拍照的时候，虽然人真的很多啦，但天气凉凉的，风也有一点，拍照起来超舒服，不会像早上那样热到爆炸。整个氛围也很放松，大家边走边拍，边笑边聊，怎么拍都好看。所以说，虽然人潮多了一点，但整体感觉还是很值得。我们在神庙里拍完一轮照之后，就回到门口这边继续拍。这里也超好拍的，因为整个神庙外面的灯光会不断变化，有时是蓝色，有时是橘色，每种颜色拍起来氛围都不一样，真的很有感觉。拍到差不多的时候，大概6点半，就是这场活动的最终压轴啦，湿婆之舞正式登场。因为这里是供奉湿婆神的地方嘛，所以最后会有一位演员扮演湿婆神，在舞台上跳一段湿婆之舞，动作非常庄严有力。所以我们拍完照，稍微休息一下之后，就赶紧走回去卡位，准备欣赏这场精彩又神圣的最终表演啦。
สิวายะโอมนะมัสสิวายะโอมนะมัสสิวายะน้อมจิตบังคมพนมรุ้งนาฏการครับโอกาสนี้ขออนุญาตได้กลับเรียนเชิญท่านผู้ว่าราชการ 对啦，说实在，真的超难拍，现场人真的爆炸多，拿着相机根本像在打群架一样，一堆人挤来挤去，拍个角度都超辛苦，有些素材真的都糊掉、晃掉，完全不能用。不过呢，还好我有找到一个超赞的替代方案。我发现无理男他们有官方的影片，有拍这场活动的精华短片，画面稳，构图美，灯光气氛都超赞，就像神剧现场一样。我把影片放在左上角给大家参考咯，真的值得点进去看看，比我自己拍的还好看多了啦。这次帕农兰节就到这边啦，我们最后简单吃了囊龙有名的猪脚饭，就准备回家了。整体行程还有可以再调整的地方，不过真的很精彩。如果明年有机会再来玩一次也不错。喜欢的话记得按赞、订阅、开启小铃铛，谢谢大家，下次见，拜拜。